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1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因为我今天一大早呢就看到一则消息，就说巴西呢已经正式呢退出了世卫组织，就是跟随美国之后，巴西呢也决定退出世卫组织。这个消息呢，我不能得到完全证实，因为我在英文媒体报道上呢没有看到。但是呢，巴西讲要退出世卫组织呢，不是第一次这么说。前一段时间呢，巴西总统就多次表示过，他要退出世卫组织，他只是有这样的表述。那么是不是就像我今天早晨看到的这一则新闻，就说巴西已经正式宣布退出了世卫组织，这还有待证实。那么不管这则新闻是否真假，就是巴西是否真的退出了，至少是证明世卫组织自从美国退出以后，有很多国家会跟着美国退群。即使呢有些国家不退群，那么美国只要组建新的卫生组织呢，这些国家通通加入到新组织以后，那么原来的世卫组织就是我们讲的老群啊，那么大家都不到老群里面去说话了，都不跟老群群主联系了，在老群里面都不参与任何活动了，那个老群就是一个摆设了。而且美国退出这个老群，美国就不会给那个群付1分钱。也就是谭德赛领导的这个世卫组织，在美国退出之后，没有美国的这个大额经费的支持，以及美国先进的医疗科学技术的支持，美国强大的行动力的支持。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发生很多重大的传染性疾病，一旦要派遣人员的时候，都是美军的医护人员最先到达，而且派出的人员最多，不仅仅是控制当地的病情，而且能给当地培训大量的医护人员。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发生，这个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子嘛。所以说，没有美国的世卫组织，这个世卫组织完全就是个摆设。你指望中共能够为世界卫生组织做什么贡献哇？中共除了来控制世卫组织，通过世卫组织来达到他自己来坑害全世界的目的。当这个组织不能发挥这个作用的时候，谭德赛嘛就是卸磨杀驴了哇。谭德赛指望着中共来帮助世卫组织，来控制世卫组织，整个还能够维护全球这个公共卫生安全的。让中共承担这份责任，中共能承担什么责任呢？拿钱，中共拿的钱是最少，因为中共大量的钱都已经贿赂了你们这些世卫的高级官员，用在你们这些人身上了，不可能给你这个组织再捐太多的钱。如果是派新药来支持，中共没有那么多人来派。中共派出去的人也没有这种医疗战备知识，也解决不了当地所发生的突发的那些传染性疾病，自己不病倒，自己不受伤，自己不感染就算不错的了。同时，你说中国的新药，中国能有什么新药？中国给你世卫组织提供的药，只可能是潘金莲喂武大郎的那个药，吃下去，然后命就没了。所以说，你指望着中共能给你世卫组织做什么贡献啊？到了现在，可以讲，世卫组织自从美国退群之后，世卫组织现在谭德赛是一筹莫展。谭德赛现在在最新的一次讲话里面都求美国人，希望美国人回来，说是一个不团结的、分裂的国际组织，是无助于全世界里面解决卫生健康问题的。到了这时候，他不牛了哇！当时他对美国要求美国准备更多的果实袋的时候，那时候都豪气冲天，都理直气壮啊！怎么现在不让美国人去多找一点果实袋了？所以说呢，可以讲美国的退群，尤其是巴西总统，他为什么要退群啊？这个叫痛定思痛啊！英国首相也是因为自己到鬼门关上走了一遭，所以英国现在也决定不跟世卫组织合作，不再提供他各种新型研制的药物。主要是什么？主要还是自己个人受了伤啊！巴西总统他因为感染上了，英国首相因为感染上了，他们有过亲身体验了，所以他们知道痛了。可以讲，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感同身受。什么叫感同身受？就是感性知识嘛，也就是当他自己感受到了，他才知道他应当怎么样的行动。至于理性认识的，这个世界上理性认识的人是很少的，从别人的身上能够看到痛，能够从别人身上的痛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的人是非常少的。这就是说，历史上发生了为什么那么多无数次的历史事件，后人很难从历史事件中去吸取教训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呢，巴西如果这次退群呢，我认为即使是没退，巴西追随着美国，跟美国一起建立新的世界卫生组织是指日可待的。所以说，世卫组织呢，它在失去了美国对它支持以后，原来的世卫组织就是谭德赛领导这个世卫组织，只能是跟着共产党去混了。而且共产党看看这个世卫组织没有什么具体的帮助，不能够再帮助共产党继续洗地的话，那么谭德赛毫无疑问来讲，中共就会远远的把它抛弃。谭德赛那种梦想的什么住到中国住豪宅养美女这种日子，共产党是不会再给他了，因为谭德赛弄不好要送到国际法庭上审判的。余刑很可能是在牢房里面度过。
好，世卫组织的事呢还在发酵，我们根据呢未来日后的走向呢，我们再做跟踪评论。那么香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香港今天发生了最重大的事情，就是他今天举行了一个初选投票。这个初选投票的人数啊，本来呢他们要求呢只要17万，但是现在呢有超过23万人来投票，可以讲完全超过了预期。明天呢这个投票呢还会继续。我呢早就对这次初选投票呢抱有信心，我认为这次投票呢会创下一个历史新高。香港人他一直在坚持。街头抗争这么1年多，国安法施行以后，香港人从来就没有被他们吓退，可以讲这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文明必须战胜邪恶的一个记录。香港人的坚持抗争和台湾人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通过血与火的奉献之后，台湾实现了民主，都能够再次说明亚洲人，可以讲我们中国人华人民族追求民主的这种信心。而且我可以这样讲，民主制度是非常适合于东亚文化，适合于华人的。也就是说，你看到台湾的民主做得那么好，你看到香港人为追求民主，他们那么大的奉献，这种勇于献身的精神，你就知道华人是最有追求民主意识、实现民主精神的。当然，我不否认专制的土壤在华人中间，在整个亚洲，尤其在中国大陆，它有非常丰富的土壤。专制在中国之所以可以持续几千年，就是中国人头脑里面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但是专制思想是可以通过制度来改变的。如果民主制度在中国实现的话，那么专制思想它在很快的时间就会被扫荡，就像台湾一样。台湾在没有实现民主化之前，台湾也是根深蒂固的专制思维、专制统治。但是台湾走入民主化也就这么20多年，台湾现在的民主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已经被全球很多政治家奉为，把台湾认为是民主的一座灯塔。所以毫无疑问来讲，这座灯塔是能够照亮香港，也照亮中国大陆的。因此，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这种决心是任何人也撼动不了的。我相信，像台湾、像香港人追求民主的这种形式，和已经在台湾实现的这种民主制度，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大陆完全实现。那么要完全实现之前，当然有重重阻力。就像你现在，中共它之所以通过国安法去压制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去完全剥夺香港人的民主，它的目的就是把香港要把它改变成跟中国大陆一样一国一制的这种城市，用共产党的红色专制思维来统治香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中共国安法在香港能够得到实现，能够在香港它可以强行的施加这个国安法，跟现在香港的最高领导人林郑月娥以及香港政府和香港现在大量的官府里面追随共产党的这些不法官员、这些无耻官员都有绝对的关系。我是非常荣幸，而且真的是非常高兴，因为能够参与这一个维护国家安全的事情，是每一个国民的荣幸。我作为海关关长，被委任为港区国安委的成员，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个法律很重要，除了制定以外，就是实施与落实，阻止任何的企图来搞乱香港。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是绝对不会不管的。国际社会已经看到林郑月娥和港府的一些高官，他们给香港的民主和香港的一国两制破坏所带来的危害性，因此毫无疑问来讲，是肯定要对香港的这些高官对他们个人进行制裁的。英国最近呢就动用了马格尼茨基法案，已经对一部分人呢进行了制裁。美国这次制裁4个高官，也就是中共的4个高官，包括政治局委员陈全国他们几个人，也是动用马格尼茨基法案。美国为什么动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呢？是因为什么？马格尼茨基法案是一个全球法案，也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西方文明国家都拥有马格尼茨基法案。加拿大了、澳大利亚了、新西兰了、英国了、法国了、德国了、欧盟了、北欧的很多国家都有马格尼茨基法案。因为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如果是统一一个法案，也就是美国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去制裁的话呢，那别的国家都可以参照，因为大家都可以按照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共的大小官员通通进行制裁。那么一旦制裁以后，被制裁的官员他受到全球制裁的时候，这个官员基本上就完全死了。那么他除了为共产党卖命，他没有别的结果啊。而共产党看到你这个人没有价值的话，共产党会把你送到秦城，会卸磨杀驴的。所以说呢，美国动用马格尼茨基法案是绝对是有考量的。因此你看，英国也是动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共的官员进行制裁。目前来讲，英国有好几个议员已经提出要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对林郑月娥进行制裁。因为林郑月娥呢，虽然她出生在香港，
毕业于香港大学，但是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是读过书的。林郑月娥他们一家4口，就包括她丈夫和2个儿子，都是英国国籍。林郑月娥是因为在2007年，因为担任香港发展局局长而放弃了英国国籍，因为呢，香港规定担任高层公务人员时候呢是需要放弃外国国籍的，所以林郑月娥现在是没有英国国籍，但是她的丈夫林兆波和她的2个儿子通通都有英国国籍。按照英国议员提出，就是英国应当剥夺林郑月娥全家的英国国籍，而且永远不允许他们全家人再踏上英国一步。因为你林郑月娥做了那么多恶事嘛，你现在做的事情已经就标志着你必然会被英国制裁。那么英国要制裁，你说美国会不制裁林郑月娥吗？100%会制裁。现在也就是看英国能不能率先去动。为什么呢？因为中英联合香港声明是跟英国签订的，现在中共违背了中英香港声明，那么英国首先要对中共进行问责，也就是你中国，你作为签约方，你现在违背了中英香港联合声明，那么中共你应当承担起违约的责任。在承担违约责任的同时，英国当然会制裁中共，以及制裁中国因为违约、因为违背中英香港联合声明、因为违背一国两制的中央政府的高官和香港港区的高官，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英国很多议员可以讲，他们完全能够意识到中共的邪恶。我就看到一段视频，是英国保守党的议员叫克拉克，他就非常巧妙地问过华为在英国的一个副总裁，这个副总裁叫汤普森。他问这个汤普森的话的时候，他就先给汤普森下了个套。他就说，英国的华为员工是不是都能够自由地表达观点？他问这个汤普森。那么这个华为的副总裁他想都没想就说，当然了，我们肯定是可以自由表达观点的。那紧接着这个保守党的议员克拉克就问汤普森，就说，那么请问你们华为公司对港版国安法怎么看？对方立马就不知道该回答什么了。那个汤普森那个脸色笑的那个尴尬，那副苦笑的支支吾吾，这个比较，我不知道怎么讲。Mr. Thompson, you said that in the UK, Huawei operates as other companies do, and you cited your experience of BT. Are employees and directors of Huawei in the UK free to express their views? Yes, very much so. Yeah, I mean, we have a management team in the UK like any other UK organisation, and we are free to express our views, yes. So what's your view of the new security law in Hong Kong? Okay, I'm a telecoms executive. I've worked in telecoms all my life.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克议员马上就告诉他，你不是讲你不知道，你不是对国安法你没有看法，而是你不敢讲有看法，因为你作为华为的员工，你没有自由发言的权利。你作为一个英国人，你可耻不可耻的？毫无疑问来讲，也就是中共他把华为公司也好，中共的这些中资公司也好，他渗透到海外以后，即使他雇佣的是当地的外国人的雇员，即使是雇佣的英国人、美国人，这些人也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要跟中共沆瀣一气，要帮助中共洗涤，已经不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人可以讲沦为中共的奴才，就是为了中共给他们的那一点狗粮、那一点利益。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到，自从香港这个港版国安法推出之后，英国国会的议员、美国国会的议员都要求问责中共、问责港区的这一部分香港的高官，就是我前面视频里面放到的这几个香港的这几个高官，梁美芬啊、何君尧啊、郑若骅啊，就这些人，他们跟林郑月娥一样，他们是绝对跑不掉的。英美国家都会对他们个人和他们的家属给予制裁，因为这些人他们基本上都拥有英国国籍，或者是拥有 BNN 护照。那么英国现在不是宣布了有300万持有 BNN 护照的香港人可以入籍英国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朋友就很担心。我呢就有不少我的听众，包括一个加拿大我熟悉的一个听众，他呢就专门给我做了留言。他说他担心一种情况，很多国家都接纳香港人，这种接纳的行为是一种大爱。但是呢，他担心就是香港有很多所谓蓝丝，这个蓝丝就是拥护共产党的这一部分人，我们把它称作为叫蓝丝啊。他说就怕这些蓝丝，他们呢也借机呢，因为持有 BNN 护照，或者借机呢，他们以香港人的身份，然后进入别的国家，包括进入英国啊、美国啊、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可能去扰乱别的国家，给别的国家带来潜在的风险。因为中共就通过这种方式去渗透别的国家嘛。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十年来，可以讲大
大量的海外华人，所谓爱国华侨，这些人很多人是跟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这些人到了海外，他们没有为维护那个国家的正义价值观，没有接受任何民主意识，他们相反的都是维护共产党的专制，起着破坏那个国家、渗透那个国家，甚至充当共产党的间谍，在那个国家里面窃取那个国家里面的情报的这个作用。因此呢，我的这位听众呢就很担心，会不会有大量的所谓蓝丝的人呢？他说呢会混入到这个队伍里面，然后呢潜伏到各个国家去，尤其英国非常危险。而且他认为英美国家应当出台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要确定谁是蓝丝，谁是黄丝，蓝丝是绝对不能救，包括那些不黄不蓝的人也不能救，只可以对那些确确实实为香港民主运动奋斗的，能够拿出他们自己参与各种民主运动实力的这些人作为黄丝的才可以救，才可以把这些人成为他们国家安置难民的一个具体的标准。这是呢不止一个听众呢给我有这种说法。其实他这种想法呢我很理解，因为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讲，肯定是希望欧美国家应该救助的是香港那些被共产党破坏、被共产党压制的人，那些拥护共产党的，在共产党那混到狗粮的，帮助共产党洗地，帮助共产党为虎作伥，像何君尧、梁美芬这样的人能救吗？但是何君尧、梁美芬因为是知名人物，很容易判断他的身份，大部分普通的香港人你是很难判断的。那么这些人英美国家怎么区分能救不能救呢？这个呢我要表达我的一点观点，也就是呢英美国家所有的这个世界上这些文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救助某一个受难群体的时候，从来没有按照意识形态来划分，从来没有一个具体的参照你自己个人的政治标准来确定欧美国家是否能救助你。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标准的话，美国今天不会那么乱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绝对不会那么乱的。正是因为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加拿大也好，这些国家里面政治标准非常混乱，他们根本就没有在这个方面设定过什么政治标准，不是按道德价值观来衡量的。他们认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生来有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道德立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拥护共产党的人，毫无疑问来讲，他们是美英救助里面他们的头班车。这些人相反，他们是最快的挤入到英美救助的这个行列里面去。这个没办法，欧美国家他们始终做不到这一点，不能够衡量这个人的政治道德价值观，因此没有政治标准的救助，最终变成了只要香港人就救。而来的香港人一旦获得了政治庇护的权利以后，他马上就会拥护共产党，就会在海外兴风作浪。这一点我觉得欧美国家他们绝对是想得到，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具体的方式来衡量这一部分拥护共产党的这部分人，这一部分有红色思维专制的人，这部分人就绝对不应该给予他们任何政治庇护。目前来讲，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加拿大也好，澳大利亚也好，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政治衡量标准。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到海外留学，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说他们到美国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但是他们来了怎么样？他们来了以后马上就变成小粉红，马上就把校园染红，甚至把美国的意识形态里面搞乱。他们用抖音和微信渗透了美国这个国家和社会，在这一次这个黑人命贵的这一件事情上面表现得非常非常具体。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一张照片，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就是曾经有过一个中国来的一个女学生叫张莹莹，就死在这个学校里面的，就是这个学校里面建立的党支部。这个党支部合影的这张照片上，你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上所有的小粉红，现在只有一个人还留在美国。这个人是因为没买到机票，不是他不想回去，是当时他没有买到机票，那个高价机票当时他承受不起。后来呢，可能他要买呢也买不到了，只有一个人现在还留在美国，其余的所有人都已经回到中国大陆了。那么毫无疑问来讲，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获到美国具体的签证，也就这些人爱党爱国就只能在中国大陆爱了。因为党呢是需要他们留在党的身边，跟着党一起去做奉献，而美国呢要满足他们这种愿望，满足他们爱党爱国，让他们留在中国爱党爱国，所以说他们不可能再到美国来。对于这个问题呢，有很多听众呢，他们喜欢对号入座。我其中就在我对这个海外小粉红，美国已经确定了这个政策，不再给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上网课的这些学生，大致有40万的这些留学生，不再给他们发放签证的这件事，我在我前面的一期节目里面曾经评述过。那么呢，我就有听众呢给我做了留言，他就说他是很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他正是因为希望他的儿女到海外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式，能够吸收当地的民主国家的思维。现在呢，李建明老师呢，你把这个所有的海外留学生都认为是小粉红，对我打击很大，对我很受伤。我觉得给我留言的这个人呢，他呢是选择了一个叫对号入座。我讲的海外小粉红，我指的是那些参与反对香港运动里面，在那个里面高喊的你妈死了的那批人。我指的是那些在海外积极推行红色专制思维，积极参与共产党活动，积极投靠大使馆，跟着大使馆一起去诋毁美国价值观的人。如果你女儿不是这样的人，你要自动对进去干嘛呢？你要自己认为你很受伤干什么呢？因为你的女儿是留学生群体，所以留学生一旦被美国拒绝签证以后，你就觉得你女儿就自动变成小粉红了，你就很受伤。你的女儿是不是小粉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批评的是那些海外成为小粉红的那些拥护共产党专制的这些人，他们今天是恶人有一个恶报。如果你不是这一类的，你干嘛要自动对号入座呢？就像美国现在打击很多中国的企业，美国在打击这些企业的时候，美国往往是划定一个标准，就是这个标准之内的人全部要打击。如果公布名单了，那很简单，那对号入座；如果没公布名单，只是一个标准的话，那么也就是你自己去衡量你是不是属于美国要打击的这一类。如果你根本就是遵守美国的所有制度，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你从来没有帮助共产党做过任何损害美国利益的事，你显然不要担心吧。你像美国现在明确确定，美国所有公司都不可以跟中国的这5家企业发生产品购买和服务的。如果一旦发生了，那么视为违反美国法律会被定罪的。这5家公司美国公布的写得很清楚，一家是华为，一家是中信，一家是海康威视，一家是大华，一家是海能达。这是美国公布了名字的，美国没公布名字的还有很多。美国它只是它财务部也好，商务部也好，它会划定一个标准，就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公司，如果你违反了美国这些规定，毫无疑问也是要被处罚的。这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一部分企业进行打击的一个具体方案。那么最好它是公布名单的，因为公布名单我们按照这个名单一对照就知道了。问题是很多时候他们往往打击它只是在一个行业里面设定一个标准，因为中国侵害美国知识产权，渗透美国社会价值观，对美国造成侵害的人群和侵害的这些单位太多了，美国没有办法一一的把你们名字列出来，所以说它只能是划定一个标准。这也就是美国这次对40万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对他们基本上是一刀切，也就是说告诉你们所有的这些留学生，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只要你现在所拥有学籍的那个学校是只开设网课的学校，那么你肯定就不能够获得签证。而哪些学校会开设网课呢？美国一共有8700所院校招收海外国际留学生服务，而这8700所院校基本上可以讲叫100%都是属于这一类，他们都只开设网课，不开设面对面教学的课。因此来讲的话，也就是到今年9月份，所有的中国大陆已经回到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获得美国的签证，再到美国来继续读书了。所以说呢，这些人他们显然要为他们自己过去的行为呢付出代价。因为美国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他绝不仅仅是哪一个个别的留学生违反了美国的自由价值观，诋毁美国的民主制度，他是因为绝大部分这个群体里面绝大部分人都是属于这一类人，所以说美国最终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因此这个决定毫无疑问来讲是对中国拥护中共的这些人是一个警醒。如果你今后仍然跟着共产党这么去干，包括香港大量的民众即将会到达英国、美国、加拿大，如果你们香港里面这些拥护共产党的民众，你们到了海外仍然还像你们在香港过去一样，那么毫无疑问来讲，你们最终会被美国或者是西方发达国家再次的驱逐的，回到中共的国家，回到你们热爱的共产党的国家里面去。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跟着共产党爱党爱国，就把这个爱党爱国的路把它走到死路一条，你愿意沿着这条死路上跟着共产党一道去，那欢迎不送。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